为什么平成3节的首部剧场版是以戴拿的故事来展开？因为它不仅促成迪迦戴拿的首次联动，而且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在绝境中迪迦那希望之光的力量。这也为后续迪迦最终圣战以及盖亚超时空大决战奠定了主题基调。同时，它也让我们知道英雄并不是无所畏惧，他也会彷徨迷茫甚至胆怯，但只要心中有光，心怀希望，英雄依然战无不胜。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1998年就已上映的星光战士。故事开篇，在月球附近的超级胜利队追击着一头怪兽，战机的攻击无法对怪兽造成任何伤害，但狡猾的怪兽来了个回手掏，突如其来的能量球让战机躲闪不及，眼看就要撞向怪兽，宇宙该溜子及时现身，并且来到月球之上与怪兽进行战斗。在躲过怪兽的几发能量球之后，戴拿便发射索尔杰特光线将怪兽击败。就当众人以为胜利之时，火海中怪兽突袭而来，躲闪不及的戴拿被击倒在地。而就当怪兽再次冲击而来，戴拿正要迎击之时，一道强大的光束奇袭而来，直接将怪兽打成了宇宙尘埃。而光束的发射源居然是地球和平联合组织 TPC 的新战舰普罗米修斯，其庞大的身躯以及破坏力让戴拿都被其深深震撼。回到地球的众人就被邀请来到普罗米修斯的建设兵工厂。在如月博士以及全藤参谋的介绍下，普罗米修斯强大到甚至可以直接摧毁一个小行星，完全可以替代戴拿守护地球。而且战舰没有任何操作系统，只需通过密封舱来读取战斗人员的实战记忆，从而智能操控整座战舰。虽然超级胜利队员并不认可这种作战方式，但不服气的飞鸟仍然躺了进去。但他万万不会想到正中了博士的圈套。在一阵白光下，飞鸟直接沉睡了过去，随后便进入了梦境当中。在梦境中，不仅看到了此前战斗的各个怪兽，甚至还看到了战舰普罗米修斯。只见自己在和普罗米修斯的互相对搏之下，也直接被消灭了。此时飞鸟被梦境惊醒，但内心依然心有余悸。麻衣告诉飞鸟，他送到这里时已经晕了过去，但此时基地发出了警报，只见一个不明飞行物出现在兵工厂上方，随即开始破坏地面武装力量。此时超级胜利队紧急出击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战机已经被博士动了手脚，直接失去了作战能力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飞鸟拿出变身器化身戴拿对战不明飞行物。可就在此时，普罗米修斯突然启动，他缓缓来到戴拿面前，将雷射炮对准了戴拿。原来此时战舰已经被如月博士控制，而博士也早已被莫奈拉星人附身，于是对着人类发出通告，要让人类亲眼看着戴拿奥特曼被消灭。只见飞行物光线照射普罗米修斯之后，普罗米修斯直接变换成了机械魔神戴斯法萨。随后戴斯法萨便对着戴拿一顿火力输出，但戴拿变换成奇迹形态飞到空中，发出光线射向戴斯法萨，但直接被反弹了回去。戴拿再次利用翻滚在空中迂回作战，但此前普罗米修斯早已读取了戴拿的作战方式，一发机械臂直接钳制住了戴拿。此时的戴拿已经陷入到绝境之中。随后戴斯法萨升到空中，对着戴拿准备发射雷射炮，而戴拿变回复合形态后，刚要发射光线迎击，却想起此前梦境中被大炮消灭的场景，心生恐惧的戴拿在大炮发射而来之时选择了逃离，只留下小岛一个巨大的深坑。随后莫奈拉星人带着戴斯法萨消失于天空，而飞鸟及时的逃离，从病房中醒来后并没有受太大的伤，但麻衣被爆炸所波及，生死未卜，这让飞鸟对于自己的胆怯懊恼不已。此时在 TPC 联合会议上，众人刚要讨论应敌对策之时，被附身的如月博士凭空出现，告知众人将在明日中午的 K3 地区进行人类抹杀计划，随后便对博士解除了附身。此时的飞鸟迷茫至极，但一个小男孩的出现却给了飞鸟重新振作的方向。只见小男孩拿出迪迦人偶，说不管面对多强大的敌人，迪迦都不会输。随后飞鸟找到了曾经的胜利队队长居间会，想询问迪迦为何这么无敌。居间会说，迪迦就是光的化身，能够将屏幕前观众心中的光闪耀成希望的力量，那就是不可战胜的。似懂非懂的飞鸟重拾了信心。随着钟声的响起，戴斯法萨破土而出，人类提前布局的武装力量被瞬间粉碎，只剩下超级胜利队还能对抗1、2。2队员甚至将戴斯法萨的面罩给击毁，但同时也吃到光线砸入大楼之中。就在要补上最后一发光线时，飞鸟变身戴拿及时救场。此时的戴拿基本已经摆脱了心魔，在强力型状态下直接卸掉了戴斯法萨的双臂。随后戴斯法萨便要启动雷射炮，如果戴拿躲开大炮，整座城市都会被摧毁。因此戴拿鼓起勇气迎难而上，直接奋力一拳打穿了戴斯法萨，随后举起戴斯法萨扔向空中解体爆炸。而就当戴拿飞离地面之时，
弟弟一发触手捆住了戴拿，莫奈拉星人现身了，一头类似于八爪鱼的莫奈拉女王现身于城市之中。戴拿切断触手后正要飞走，又被2条触手钳制住，随后直接被拉进怪兽腹中。就当戴拿命悬一线之时，居间会驾驶着战机来了，即使超级胜利队也加入战斗，依然改变不了戴拿被灭灯的事实。此时在避难所的人们陷入了绝望，人类已经没有了奥特曼的庇护，但此时小男孩相信，到最后也不要放弃希望，就一定能变成光。此时如月博士也坚信一定要相信希望。随后又有人想起了曾经变成光和迪迦一起战斗过，在一番感染下，越来越多的人们站了起来。站起来，再一次站起来，奥特战士！随后在小男孩的呼唤之下，手中的迪迦玩偶亮起了光芒，紧接着在场的人们全都亮起了光芒。曾经迪迦战胜加坦杰厄的一幕再次上演。飞鸟在感应了这么多人的应援之后，也呼唤了起来。此时所有的光芒汇聚在了一起，光芒散后，迪迦出现了。想当年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原以为戴拿会直接复活，没想到直接召唤出迪迦，不愧是概念神。在解除了戴拿的束缚之后，迪迦利用水晶将能量灌输给了戴拿，戴拿应声复活了，随后便来到迪迦身边。这是迪迦戴拿的首次联动，在躲过莫奈拉女王的触手攻击之后，迪迦戴拿打出光线给予还击，随后在躲过轮番攻击之后，一起打出光线将2个触手切断。但此时弟弟钻出2个触手，控制出了迪迦戴拿，但超级胜利队利用激光枪直接射断了触手。随后迪迦戴拿飞到空中，在莫奈拉女王露出破绽之际，纷纷打出栽佩利奥光线和索尔杰特光线，直接将莫奈拉女王打散于天地之间。人类终于再次获得了胜利。夕阳之下，迪迦戴拿纷纷化成了光，融合在一起。此时的飞鸟终于得到了光的传承，而就在飞鸟与大家会合之时，居间会也一眼看出了其身份。在故事的最后，原胜利队员再一次齐聚，也是来了一波回忆杀。唯一遗憾的是野瑞和大古未能出演。纵观整部影片，飞鸟的成长有目共睹，但迪迦奇迹之光的再次闪耀，让故事达到了高潮，直至最后完成光之传承，也是达成了本片的核心主旨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分享哦。